天意齐亡，必令其匡，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如果天要让人家胜利幸福，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老师最近读了一本书其实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英国的作者叫做哈德蒙先生他所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善意的魔力》。在书中有很多意思老师觉得非常有趣，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跟老师一些的想法。他书中的大意是什么呢？他大意就是人是属于人性本善的。而且你一出生的时候你可能是2、3岁的时候，你拿到的这些玩具或者是这一些的糖果，你会愿意跟同侪去分享小朋友之间会互相分享顶多还只有20%的孩子他会觉得是说我靠着我自己身材的优势我全部都给你抢过来那就我自己所拥有。但是80%的孩子都是愿意去分享的。当然随着成长的过程之中每一个人他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跟经历，所以是说这个你的欲望可能就越来越多了，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分享，也没那么的善了。但是一旦老了之后返璞归真，台湾话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老人给他醒，这不只是脾气，包含你的本性也回归到小时候。所以说老人家也愿意怎么样呢？可以去成就别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志工都是老人家去做的。所以哈德蒙先生他就也认为这个善意其实是人性本来就有的，而他也认为这个善良它是可以传染的比如是说呢，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人他可能就主动的会去为大家做些什么，帮忙些什么做一些互助或是助他的一些善举那有些人就觉得你干嘛这样呢？对不对？自己要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网上霜嘛，是不是？你干嘛做那么多呢？但时间久了，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好人还一直不断的为他自己的周围而去做付出的时候，善念的感觉就开始给四周的人开始去传递下去了。所以是说大家觉得那不如我就跟他一样吧，我也多少为大家付出一点。所以说善举就开始慢慢的传染。但是其实恶意也是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网络上一些酸民或黑粉或者是一些在战争时候的一些士兵只要有一个士兵开始失控，那基本上你整个战场上的士兵就不那么容易可以去掌控。所以说这个无论善跟恶其实情绪是会传染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散播给别人是好的情绪还是不好的情绪，这其实我们自己要具有一把尺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心理学里面叫做形象模仿或是行为类比里面它是可以找到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说哈德蒙先生也认为你的付出最好是不要带有这些回报预期的比如说我付出什么他也要给我回报些什么，那就变交易了嘛，对不对？他就希望是说你的付出无论对方有没有感谢你那我们都尽可能为大家去付出。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老师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人会失败很大的概率是我们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所说到的天欲其亡，必令其匡。而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匡。狂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你心中的情绪或是你的欲望无法受到你自我约束的控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狂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很饿的状况之下，你就顾不得什么讲究了，对不对？能拿到什么就吃什么，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的欲望是超过了你的理性，我有什么吃的我就去做，饿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危及生命的时候都会去做的。或是呢我们生理上的欲望比如说这个在对这个生理欲望非常强大的时候就所谓的色欲，你很强大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会出现。所以是说当你自己没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你就渐渐癫狂就是一个狂。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人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而去做努力的时候那我们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来讲好了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说我要考100分考100分，没人要求我也没人说要不要考100分，我就觉得我应该考一个100分。那呢，我今天考出来结果是60分及格，及格什么问题吗？及格也没问题考一个80分，高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会不会给自己砥砺再去得到这100分？基本上是比较不会的，因为当我们的一个欲望被基本的满足之后，我们的动力就开始下降。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是说这个状况就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家开始讲像我们当年过得多么辛苦，对不对？没有那么多好的条件是不是？凿壁偷光对不对？你都要想办法把这个学问给它学起来，然后因为什么知识可以反转人生嘛，这是自然是这样没错。但是现在我们成功了，我们家庭好过了，经济条件物质好了，大环境也 OK 了，那我给你这么多好的学习空间，这么好的学习资源，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为什么你还考不好？
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很多的可能是高知识分子的家庭啊，那父母可能是硕士、博士，对不对？还是多重语言的，是不是？但他孩子就考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行。为什么呢？这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点，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自我的需求而去得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生命已经被满足了，他的生活也被满足了，那我要去寻求更多的欲望在哪里就没有了。所以说他当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要让他缺乏然后他就会进步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了解他其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功成名就啊，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有没有使命感？好，有使命感的人啊，你是比较能够去成功的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班级小朋友赛跑、大队接力，是不是？或者拔河活动啊，这些团体活动啊，通常会凝聚怎么样那个班级的向心力。这关键是什么呢？啊，就类似这本书里面哈德蒙先生所说的，你有善意的付出，那么你就能够功成名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个人为自己的欲望而努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个人要么就有企图心，要么就是贪心，对不对？因为企图心就是我想要成就，但成就它是会被满足的，一半满足你就少了一半的企图心。那如果你这无论如何你都要达到那你这个企图心很强，但是你没办法去守恒的话，那么它就变成贪心。但是同样的事情来讲，你为他人而去努力跟付出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勇气或者是大爱，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的事业要成功，那就必须做到什么呢？我们必须满足我们的客户他的需求跟他的需要，那所以说他会把他的一个代价支付给我们。所以说我满足的客户越多，让客户越满意，我所收到的代价，也就是说酬劳这些报酬也就越高，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事业你一定围绕在事这个事情上面。你想要发财就很简单，你满足你客人的需求，当然是合法的需求了，满足客人合法的需求那钱就不是问题，对不对？价格就是取决于它的价值在哪里，有价值，那么它就会有价格，这个是恒等式的。而爱情要成功，要追求什么？追求双向的奔赴。为什么双向奔赴呢？因为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我为了你而去努力，你为了我而去做付出，这叫做双向奔赴。而我们家庭上的成功要做什么呢？那有些人就说我们家庭成功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忠孝传家啦、富贵传家啦，这或是你的诗书传家，这个东西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更好的东西，叫做我们的成就，对不对？所以是说我们为了别人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可以是源源不断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让大家理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爱国，我们为了国家我们去奋斗，我们爱家，我们为了家人去奋斗，通常这个力量出来都是比较强大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师教学生，对不对？当你学生可以有成就，他学的考得很好，或他未来因为你的教导他很有成就，那么老师一定觉得开心无比。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已经也得到了这些收获。收获是什么？收获是你的成功。你的成功不会给我什么东西，就是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代价，但是我觉得我的付出让你成功，这个是让我开心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身为一个老师的成功。那他有没有得到最后中的利益呢？会。为什么？因为你成就的学生越多，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名师。名师为什么是名师？就是因为你教导出来一些成功的学生，是不是这个样子？而厨师呢？厨师就看到客户吃干抹净，对这个餐点非常满意，那就厨师的欢喜，是不是像我这种主播或者是演员，或者是一些歌手，他们一听到群众的赞赏跟掌声，那我们就很开心。所以说各位让老师开心一下，按个赞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成就就是为了成就他人而得到了成就。所以说这个哈德蒙先生呢，他在书里面也有讲一件事，善良的人他最能够获得成就，而同样的能够理解其他人的人，那么他也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说你的心中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你要追求的家庭的美满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老师做了很多咨询，就说到一件事什么呢？很多人说一天24个小时，对不对？我恨不得一天20个小时在外面努力的打拼，然后赚来这些我们的一些酬劳收入，然后给我家庭过得更好日子。但是我老是觉得家庭不珍惜我，是不是？老婆不爱我，老公不疼我，小孩不尊敬我，父母不体谅我。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愿意多给我一些爱呢？因为你人只给他经济价值，你没有给家庭情绪价值，也可能没有足够的生理价值，家里得不到你这一些的爱的时候呢，那其实
你也没付出爱给对方，为什么？因为这叫自我满足。我满足是说我为你们牺牲奉献，但是我为你牺牲奉献状况之下，你有没有双向奔赴？说情感它也是要双向奔赴。所以哈德蒙先生刚才说，能够理解他人的人你才能够赢得胜利。理解他人什么？妻子需要老公来依靠，老公需要妻子的温柔，孩子需要父母的引导父母在旁边我心就安。那父母也需要他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对不对？无论是你为人父母，或是呢你是为人子女，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成功就很简单，你为他人而努力，为你的客户而努力，为你的家庭而努力，但是你要懂得双向奔赴。了解客人，你就可以成交他；了解家人，你就可以家庭幸福，是不是？了解其他人，能够理解他人，那么我们的人生各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好。这个东西讲到后来，哈德蒙先生讲的虽然好，但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先也把这件事情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传递下来了。那叫什么呢？那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今天老师跟各位讲到的事情，你 get 了吗？ Nice。